老宋头和姨姨们辨认姐妹俩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一旦瑞宝或者辉宝将头藏起来，同时也看不到尾巴时，老宋头也不敢轻易去确认。宋3岁无法辨认出此时躺在小床上的是谁，只能称其为小家伙。老宋头夸赞爱宝最近的状态很好，无论是吃竹子还是产的青团都很健康。碧绿色的青团是老宋头的最爱。此时老宋头也很想知道小床上的到底是谁。而一旁的瑞宝此时醒了，这睡觉姿势有点可爱的过分了。姐妹俩起床出门营业，老宋头给姐妹俩带来了胡萝卜，辉宝的胡萝卜不小心掉了。老宋头表示，食物掉在地上3秒后需要清洗一下再吃。等老宋头给胡萝卜洗好交给辉宝后，结果被手疾眼快的瑞宝给抢了过去。瑞宝反应迅速，根本不给宋3岁再次抢过去的机会，一口就全部吃。辉宝过去看时，瑞宝还踢了辉宝一脚。姐妹俩这副饿死鬼活来相抢食物的样子，让宋3岁没敢在小亭子上给爱宝放窝头，想着肯定会被姐妹俩偷吃掉，于是便在半路拦住了爱宝，将窝头递给了爱宝。爱宝夸宋3岁干得漂亮，不过很快辉宝便发现了妈妈的异常行为。辉宝偷偷过来想抢一口吃，爱宝耳朵一动就知道是辉宝过来了，立马阻挡辉宝，让辉宝走开。而宋3岁这里防止辉宝溜进来。张爱宝正在园区吃早饭，瑞宝、辉宝正在园区各自玩耍着。爱宝吃饱后聚到饮水盆前喝水，辉宝则又爬上了福宝姐姐上树用的独木桥。爱宝早饭过后回家休息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替爱宝带娃。江爷爷站在滑梯上逗瑞宝玩滑梯，江爷爷率先滑了下去，让瑞宝跟上自己。瑞宝连跑带滑的溜了下来，接着江爷爷2个小碎步又跑了上去。瑞宝现在腿稍微有点短，半天跟不上爷爷的步伐，但瑞宝想和爷爷一样反向爬滑梯。瑞宝想直接从滑梯的中间爬上去，瑞宝一顿折腾还真的成功了。聪明的瑞宝小手一边抓着滑梯，一旁小腿努力的往上攀登。就在瑞宝马上成功登顶时，江爷爷伸出了罪恶的小手，给瑞宝又推了下去。江爷爷什么时候跟宋3岁一样了？指定是宋3岁带的。滑下去的瑞宝不再从小滑梯上往上爬，而是改道爬到了小木床上。等瑞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江爷爷又下去了。瑞宝被爷爷逗得气喘吁吁的，走路都不稳了。一会儿，瑞宝和辉宝开始一起在江爷爷身边环绕，辉宝给爷爷撵到了独木桥上。瑞宝看到后立马从滑梯上滑了下来，也过来和爷爷玩。辉宝看到姐姐跟爷爷玩后，高冷的去到了一旁的小亭子上。而江爷爷看到辉宝跑走后，开始在独木桥上呼喊着挥挥挥，再次给辉宝吸引了回来。辉宝通过独木桥走向爷爷，虽然辉宝现在走独木桥还不是很稳，但安全意识很足，每次要摔倒时就立马趴下抱住独木桥，不过也有来不及的时候。而瑞宝自从体验过滑梯的正确打开方式后，似乎喜欢上了玩滑梯的感觉。姐妹俩玩转着园区的各个角落，而此时的爱宝则正在爷爷的通道门口趴着。辉宝在小亭子上面，瑞宝则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给自己摔来摔去。瑞宝从爬梯上摔下去后，小表情依旧不失可爱。姐妹俩相互陪伴，互相玩耍着，尽显岁月静好。瑞宝直播产青团这个事情，就只有宋3岁能干得出来了。而现在，瑞宝对于宋3岁干出什么事情来都不会感到惊讶了，瑞宝反而觉得有点无聊。瑞宝产完青团又饿了，转身带着妹妹来到妈妈身边开始吃奶。随着姐妹俩越来越大，爱宝感觉喂奶越来越累，这从爱宝喂奶的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。爱宝倚靠在小树上，尽可能的让自己舒服一些，而姐妹俩似乎也快到了要断奶的时间了。根据江爷爷采访中的回答，明年年初姐妹俩就要独立生活了。姐妹俩为了自己能多吃口奶，都动手了。辉宝一把给瑞宝推开，让瑞宝别吃自己的。爱宝索性换了个地方，想让姐妹俩都别吃了，但姐妹俩偏不。爱宝走到哪儿，姐妹俩跟到哪儿。爱宝走在前面，姐妹俩跟在后面，一家3口走出了浩浩荡荡的大街，最后还得是让奶爸来解救爱宝。爱宝这时看到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立马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去了通道门口。瑞宝虽然看到妈妈回家了，但是瑞宝内心并没有丝毫的波澜，反而远处的辉宝率先跟了上来。而瑞宝就这样歪头看着辉宝
一步一步往家走去。瑞宝总是会有自己的小想法，一种看淡生活的蔑视感，成熟的不像是个1岁半的小孩。宝辉宝熊生的第一个冰镇莫吉托了，姐妹俩第一次见这冰冰凉凉的东西，很是喜欢。辉宝接过爷爷给的冰镇莫吉托后，便不撒手了，带着冰镇莫吉托来回走动，东躲西藏，生怕宋3岁再给其抢走了。很快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，起初姐妹俩一人抱着一个，但是辉宝总觉得姐姐手里比自己的那个要好，非要给姐姐手里的那个抢过来。宋爷爷见状只好上去拉架，好在瑞宝这里不挑，不管哪一个都喜欢，于是便将自己的给了辉宝，自己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那个。这时就看出了瑞宝当姐姐的样子，虽然只是大几10分钟，但瑞宝依旧是懂得如何照顾妹妹。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玩的火热，宋爷爷为了拍全姐妹俩玩耍时这有趣的样子，直接站在了独木桥上进行拍摄。炎热的夏天，哪只熊猫能不想来杯冰冰凉凉的冰镇莫吉托呢？在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啃咬时，宋爷爷又去搬来了竹子。喂一会儿，爱宝来园区做准备，宋爷爷还不忘给姐妹俩带一份小零食，因为姐妹俩现在比较小，还不能一直抱着大冰坨子玩耍，防止晚上闹肚子。宋爷爷将姐妹俩的冰镇莫吉托带走后，姐妹俩又抱着胡萝卜开啃。姐妹俩现在恒牙发育的已经可以完全胡萝卜，而这时爱宝也从室外园区回来了，姐妹俩的胡萝卜不快点吃，将会全落入爱宝的手里。好在小木床上的竹笋为姐妹俩多争取了2分钟的时间。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，准备收熊回家。不过这宋3岁挺大胆的，居然敢当着爱宝的面挑衅姐妹俩。这要是其他大熊猫妈妈，早把宋3岁当成嫡媳，冲过来拍宋3岁脑门了。要不说咱爱宝懂事儿呢。宋3岁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的，都没有半点应激表现。宋3岁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想起了正事儿，那就是接姐妹俩回家。宋3岁拿着大竹笋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，让姐妹俩过来。姐妹俩真就听了宋3岁的话，一前一后的跑了进去。这次姐妹俩属实给宋3岁面，也让宋3岁这次收熊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瑞宝正在跟妈妈和妹妹比赛，看谁先回家。瑞宝、辉宝最近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就算产青团时被爷爷一直直视，瑞宝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的不满。同时，姐妹俩现在吃竹子也越来越有模有样，基本上爱宝吃2根竹子的速度，瑞宝、辉宝也能吃完1根竹子。虽然姐妹俩吃得慢，但是姐妹俩把妈妈如何挑拣竹子、如何采摘竹叶的本领原封不动的全学过来了。辉宝这坐在小床上，一口接着一口咀嚼竹子的模样，看上去比妈妈吃的还要香。而且辉宝现在也会和妈妈抢竹子了。看到妈妈手里的竹子不错，辉宝立马抢了过来，然后紧接着将所有竹叶都塞进嘴里。一会儿，爱宝又觉得辉宝手里的竹子不错，又给辉宝的竹子拿过来，将竹叶全吃了。这竹子就得抢着吃才好吃。晚上到了下班点，爱宝带着他的2个小跟班整整齐齐地走向了通道门口。爱宝让姐妹俩在门口等着，自己去让奶爸开门。爱宝给门敲开后，姐妹俩跑得比谁都快，给爱宝甩在了后面。现在姐妹俩下班完全不用爷爷们费心了，现在只需要费心乐宝这里就可以了。因为此时乐宝园区回家的门已经打开了，但乐宝还在小床上呼呼地打着呼噜。